老师人生第一首王炸歌曲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，其实是写给自己第二任妻子的。这首歌2004年1月6日发行，如今已经快20年了。歌曲一经发行，就震惊了整个华语乐坛，让刀郎老师走进了大众视野。点个赞，关注我，让我给你讲一讲他们的故事。这首歌是刀郎在新疆借乌鲁木齐美丽的雪景，描绘了他对第二任妻子朱美的爱恋和感激。刀郎在海南乐队解散之后，第一任妻子又离他而去，刀郎人生陷入低谷，生活一塌糊涂。是朱美发现了这个沧桑男人的独特之处，在刀郎身先孤寂、摔断3根肋骨时，将他带回乌鲁木齐，并给他一个温暖的家。正如歌曲里面写的，是你的体贴让我再次热烈，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季节。正是朱美的关爱，让刀郎融去了心中的寒冰。刀郎也因此重振旗鼓，潜心创作，带来了这么多好作品。没有朱美，就没有2002年的第一场雪了，也更有可能就没有现在的山歌聊斋了。歌曲中8楼的2路汽车，我解读了好多遍了。如果还不知道的，可以看看我主页，找找那一期节目。再过1个多月，乌鲁木齐就要下雪了。新疆的冬天很长，从10月份开始，一直到第2年的4、5月份，新疆基本都是被白雪覆盖的。这也使得新疆拥有全国雪季最长的滑雪场，从10月能滑到第2年的5月，整整8个月。这里也拥有全国最长的滑道，最长达11公里。你想一想吧，从山顶滑11公里下来需要多久？反正带一点能，可能会好一点。刀郎老师的挂州渡大家应该都比较陌生，但挂州渡背后的故事应该大多数人都知道。听听这首歌。孤灯夜下，我独自一人坐船舱。旋律熟悉吧？没错，挂州渡讲的就是杜十娘的故事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，随后投河自尽。故事出自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所著的《警世通言》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。杜十娘是明朝京城的花魁，一次偶遇了官二代李甲，两个人情投意合，产生了感情。可是烟花场所，花鲜如流水。李甲本身来京城读书，带的钱花完了，两个人共同商量，凑钱为杜十娘赎身。就这样，杜十娘出150两银子，李甲又借了150两银子，凑齐300两，把杜十娘赎了出来。原本说好回李甲老家结婚，可是回家途中，李甲内心忐忑，因为他父亲是当官的，家法很严，他在外读书，功名没取到，还带回一个风尘女子，担心被父亲责罚。爱是不是真的不知道，但怕肯定是真怕。在回家途中偶遇翻页商人孙富，这孙富垂涎杜十娘美色，就游说李甲说：“你这样回家，家人肯定不接受，不如我给你千金，将人带走，你带钱回家也有交代。”李甲本来就在纠结，就立马同意了。杜十娘得知消息，如五雷轰顶。她原本规划得很好，这些年她攒了一箱金银财宝，想着无论如何都能和李甲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。结果转手就被李甲卖了。此刻她以万念俱灰，就在挂州小船之上，将百宝箱撒入河中，投河自尽。刀郎有一首歌叫《喀什噶尔的胡杨》，发布在2004年的同名专辑中。这是刀郎的第2个正式专辑，是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的。刀郎凭借该专辑获得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。点个赞，关注我，给你详细讲讲喀什噶尔的胡杨。喀什噶尔就是新疆的喀什。刀郎老师借胡杨描写了对爱情的至死不渝。见过胡杨的人，也许对这首歌有更深的理解。胡杨生长在风沙肆虐的荒漠之中，其生而1000年不死，死而1000年不倒，倒而1000年不朽。从生之朽，能经历3000年，3000年岁月，
早已是沧海桑田的巨变，无尽的轮回，无尽的伤害，无尽的等待。这世间还有什么能胜过胡杨般的爱情吗？我国90%的胡杨林在新疆，全世界最大的胡杨林就是新疆塔里木胡杨林。除此外，新疆还有木雷胡杨林、115胡杨林等等。一年中，胡杨的叶子会由绿变黄，再变红，美轮美奂。不知道红绿灯是不是参照胡杨设计的？马上就要到观赏胡杨的最佳季节了，10月胡杨陆续开始变黄，10月中下旬便是胡杨最美的时间。怎么样？现在做计划还来得及。刀郎老师的《罗刹海市》不是他专辑里最好的歌，我觉得最好听的是那首《花妖》。听《罗刹海市》能让你笑，而听《花妖》能让你哭。听这首歌，它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，你一定要知道。一对鸳鸯，生生世世的轮回，两个人同在一城，却不在一世。歌中诉说了女孩万般期许、心酸和无尽的绝望。故事讲了宋朝一个穷小伙爱上了一个富家千金，两个人情投意合，暗定终身。结果被女孩父亲发现，极力反对，命人将小伙杀害，鲜血染红了小伙褐色衣衫。小姐贞洁刚烈，随小伙殉情而去。来到地府，他们的故事触动了阎王，许两个人后几世再续前缘。结果轮回道浅，戳破了罗盘，两个人的时空交错，女孩投在宋朝的杭州，小伙却投在了隋唐的杭州。下一世，女孩追到了隋唐，小伙却生在了夏朝。两个人就像两条平行线，永远没有交点。我在时间的年轮上像一滴眼泪，悲壮但又渺小。你我擦肩而过，你吹着我吹过的风，你是否还能闻出我胭脂的味道？如果将我起誓的眼泪全部累加，那这杭州城早已变成汪洋大海。我的心已经碎如流沙，放在车辙的旁边。如果有一天你奔波在路上，我便能与你相遇，那应该是我与你最近的距离。哎，不能再讲了，再讲我就哭了。大家记住，在杭州谈恋爱要谨慎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白娘子和许仙在杭州爱的也挺费劲的。在爱情这个方面，杭州有没有成功案例了？刀郎老师都是千年的道行，你怎么说上《聊斋》了呢？这《罗刹海市》改编自蒲松龄的同名小说《聊斋志异·罗刹海市》。上一期我们讲到，故事中的马季来到罗刹国的海上交易市场，简称罗刹海市。这里到处都是奇珍异宝，马季争光的兴起，一个少年骑着骏马而来，世上的人们纷纷避让。这少年便是东阳三世子。三世子看马季是一帮之人，便与马季交谈起来，并邀请马季同行。来到海下宫殿，面见了龙王。龙王了解到马季颇有文采，便请求马季写一篇海市赋，描写海市的繁荣之景。马季不负所托，随笔写下1000余言的赋作献上。龙王看了拍手称赞，见马季才华横溢，欲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马季。这才聊了一会儿，就谈婚论嫁。马季听后拍案而起，离开坐席，说道：“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。”这马季也是爽快之人，其实马季心中也在嘀咕：这龙王女儿见都没见过，这王河开的有点草率，说是迟，那是快。婚礼已经举办完毕，马季这才有机会偷偷看了一眼龙女。这龙女沉鱼落雁，是一位非常漂亮的仙女。马季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此后，马季便与龙女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但外出3年，时而思念故乡。一次，马季忍不住对龙女说道：“我心念父母，你能跟我回家吗？”龙女说：“千帆道路阻隔，我不能随你而去，我也不能阻拦你回去尽孝。你既有烦心，你我情缘一尽。”马季听后泪如雨下。龙女继续说道：“人生聚合离散，如同日升日落一样平常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从此以后，我为你守贞，你为我守义。你我还是夫妻。我现在已有身孕，你留下心物。3年后4月8日，你乘船到南岛，我将孩子交还于你。”随后便交给马季一袋子金银珠宝，说道：“你好好生活，
这钱财几代人也用不完。次日，马季离开东海，返回家乡赡养父母。他如约没有再娶。3年后来到南岛，果然一男孩一女孩在沙滩上嬉戏玩耍，腰间还佩戴着当初留下的信物，身上还有一封信，道出了龙女对他的思念，也有一些嘱托。马季看完便泪流不止，他十分珍惜这段爱情，为之守义妇儿，对龙女念念不忘，情深意切。马季最后如何？蒲松龄没讲。马季回到现实，可现实又是什么呢？花面丰盈，世情如鬼，蜃楼可见，海市难寻。刀郎的这首《翩翩》，90%的人都听不懂。如果说《罗刹海市》是在批判现实，那《翩翩》这首歌就是人生指南。《翩翩》到底讲的是什么？翩翩其实是一个仙女的名字。我们先了解一下这翩翩背后的故事。同样，它出自《聊斋志异》同名小说《翩翩》，讲的是一个小伙叫罗子福，滨州人，现在在陕西，自幼父母双亡，跟随叔叔生活。罗子福14岁时被坏人引诱去嫖妓宿娼，喜欢上了一个风尘女子，后随着女子去了金陵，在妓院住了半年，最终钱财花光了，还染了一身重病，身体溃烂，被赶了出来。他没脸回家，便开始流浪。有一天傍晚，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子，美得像天仙一样。女子主动问了罗子福的情况，还说道：“我是出家人，你可以随我进山，也算有个住处。”罗子福听后欣然前往。没想到在这里，女子用一息清泉治好了罗子福的病。这罗子福大病刚好，反手就是一顿表白，最终和这女子相爱，2个人在一起了。他们生活的衣物、食物都是女子用叶子和云朵变出来的。这女子便是翩翩。谁成想，翩翩还有一个好闺蜜叫花城。罗子福一见花城姑娘貌美，便动了歪心思，十足的一个渣男。结果他一有点小动作，身上的衣服就变回叶子。其实翩翩早已看在眼里，但没有责怪他。罗子福这才老实。后来罗子福和翩翩生了一个儿子，聪明伶俐，天生富贵相。又过10几年，他们操办了儿子与花城家的姑娘成亲，2家皆大欢喜。这些年里，罗子福时常挂念叔叔，想回乡探望，但偏偏态度坚决，不能随他一起回去。加上儿子小，需要照料，现在儿子也成亲了，他便带着儿子儿媳返回老家。离别的时候自然是依依不舍，回去之后与叔叔一家团圆。后来罗子福想念翩翩，回去探望，只见得黄叶满路，洞口迷失，再也找不到翩翩了。故事就此完结。那刀郎老师的歌曲《翩翩》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下一期我们接着讲刀郎老师的《翩翩》到底讲了什么。上一期我们讲了《聊斋志异》翩翩的故事，没看的可以回去看一下，顺便点个赞。今天我们回到刀郎老师的歌曲，根据故事的背景，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，我的理解有几层意思。第一，人生走到绝境，自然会有新的出路。如果你正遇到困难，即便曾经做过错事，也要对未来抱有希望，可能美好就在前面等着你。第二，人生的功名利禄如同灿烂的烟花，都是过眼云烟，不必过多在意。第三，人生应该像蓝采和一样豁达，他是8仙之一，夏穿棉衣冬卧雪，一身烂衣戴罪他歌，好生自在。虽然感觉有点不太正常，但主打一个开心洒脱。第四，我自己加一条，如果你一生能遇到一个像翩翩一样的女子，伴你鱼水火，劝你向善，或让你浪子回头，你一定要珍惜。屏幕前的渣男要记住，短暂的欢愉和放纵终将害了自己，找一个心里美丽善良的妻子，珍惜家庭和亲情才是最终的归宿。你觉得刀郎老师最经典的歌是《西海情歌》吗？刀郎老师这首《西海情歌》歌词背后的真实爱情故事你知道吗？
两个人就这样彼此牵挂着，苦苦的守护着。再有最后一次上交资料，就有下一批志愿者接替他们的工作了。可就是这个最后一次，女孩却再也没有等到。一天早上，观察站突然来了3辆小车和许多领导，女孩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，而领导们都齐齐地围在她的身旁。女孩愣愣地望着这些不熟的人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男孩还是在工作中意外牺牲了。当听到这个消息，女孩瞬间大脑空白，再听不到其他声音，晕了过去。男孩是可可西里牺牲的第一个志愿者。刀郎听到2个人凄美的爱情故事，被深深的打动，于是创造了这首悲凉的西海情歌。你知道吗？刀郎和云朵的这首《爱是你我》其实不是一首爱情歌曲，而是为了英年海啸赈灾公益演出写的歌曲。爱是你我，用心交织的生活。后小沈阳和沈纯阳翻唱，火遍全网。这2天在涿州支援，看那么多志愿者忙碌的身影，能真切地感受到很多人的大爱是无私的。爱是你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，爱是你的手将我的伤痛抚摸。歌曲中这种大爱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它可能来自一个瘦弱的小姑娘，可能来自一个满身大汗的货车司机。很多人驱车几百上千公里运送物资，卸完货物生怕堵车就立马离开，甚至连性命都不留。很多人全身湿透，一件接一件的在卸货，甚至一天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。很多人带上装备，一趟接一趟的冲进灾区救人，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。正如刀郎老师歌曲里面唱的。静听应该才是刀郎老师《山歌聊斋》里最悲惨的歌曲。花妖的故事还充满了玄幻色彩，而静听就是人间真实的悲欢离合。静听其实是一种古老的占卜方式，在除夕之夜，抱着镜子去偷听路人的无意之言，并根据听到的第一句话来预测事情吉凶祸福。唐代诗人王建在《静听词》中就写道：“重重摩挲驾驶境，夫须远行凭静听。”刀郎老师的这首《静听》讲述的故事简单却又非常悲惨。女子的丈夫外出参战，18年未归，她盼望着夫妻团聚，在除夕夜打算用静听的方式来了解丈夫吉凶。可山中的寒风吹来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周边没有人的踪迹。她悲伤过度，幻听到了丈夫在异乡的哀嚎。这2句写出了女子形单影只的孤独与悲哀。曹植曾在《拔诗七首》中写道：“寄松微女罗，一水如夫萍。”其实长久的等待，女子心中早已有了答案。她等的人可能永远回不来了。她最终在漫漫的长夜中选择随丈夫而去。在《雁丘词》中写道：“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。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。”雁是一种非常专情的鸟，一只离世，另一只会每年来它离开的地方看望。女子最终化为天上的鸿雁，朝着丈夫征战的地方飞去。